货运界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穷死不拉卷，饿死不拉管。这里的管卷通常指的都是钢卷和钢管之类的物品，明明都是拉货，为什么偏偏对这两样东西区别对待呢？其实归根结底就一句话，拉钢管和钢卷实在是太危险了，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严重事故，司机自己和路上行人谁也逃不掉。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钢卷实在太重了。一般来说，火车车厢都只拉2卷，而大货车的车厢空间通常能够容纳4到5卷。然而，承载更多的重量必然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就是司机行驶的速度稍快，或者路面颠簸一点，都很容易直接把车轴压断。压坏了车是小事，更重要的是钢卷是圆柱体，非常容易滚动。一旦司机驶过崎岖坎坷的路段，或者突然急转弯紧急刹车，钢卷可能脱离固定带而发生前后滚动。由于钢卷的重量和惯性，一旦失控，可能直击车头，威胁到驾驶员的生命安全。如果钢卷滚落运输车，将对周围车辆和行人构成致命威胁。6月10日，浙江台州的一辆货车为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车急刹，后车厢横放着的一卷几十吨重的钢卷，由于惯性冲入驾驶室，将整个车头都压变形了，其中的货车司机更是当场身亡。如果这起事故中货车上拉的不是沉重的钢卷，最严重的情况可能就只会是2人的口角之争，任谁也想不到一个急刹车的代价会有那么惨痛。类似的交通事故数不胜数，每一例都有鲜活的生命逝去作为代价。钢管就更不用说了，钢卷有的问题它是样样不落下，还比钢卷更难固定且细长锋利，一旦因为惯性发生滑动，别说货车自己，就算是后车的驾驶室也能直接贯穿，给司机带来极大的生命威胁。大货车拉钢卷发生事故不在少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钢卷都是横着放。既然钢卷横着拉那么危险，为什么不把它竖起来放呢？竖着放的钢卷受压边部损伤会很大，毕竟钢卷这种东西本来自重就极大，加上又是在热压后冷却成型，内部应力不平衡，竖着放稍微歪一点点，晃动起来下面的边角就要磕碰起卷变形，外面的几十层估计也报废了。尤其是有些比较特殊的钢卷，比如铝卷、冷轧钢卷和镀锌钢卷等，这些种类的钢卷需要保证完好无损，即使是轻微损伤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钢卷本身已经是成品，无需进行2次加工，运抵目的地后将直接被家电厂、汽车厂或其他代加工厂用于生产线上的产品组装。这些钢卷的完好程度直接影响工厂生产的产品的结构强度和安全性能，任何有磨损的钢卷都会被判定为废品，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可如果将钢卷横着放，即使在运输过程产生剐蹭磨损，也只会影响最外层一圈的钢卷，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货物损耗。同时，由于钢卷的巨大重量，靠人力进行装卸和搬运是不可行的，必须依靠大型起重工具。当钢卷横放时，起重机的吊索或者用于起吊固定的钢丝绳可以轻松穿过钢卷的圆心，方便起吊和运输。相比之下，如果钢卷竖着放，不仅增加了装卸货物的时间和成本，还会影响运输效率。不过在生命安全面前，任何金钱成本都可以容忍。问题就在于竖着放的钢卷也不一定安全，危险系数和横放不相上下。因为竖着放的钢卷与车厢接触面积更小，受力无法分散，对车辆来说受到的压强就更大了，这样搞压断车的风险也就更高。而且钢卷竖放高度会大大增加，稍一摇晃就很容易因为重心不稳出现倾倒，这时倒下的钢卷不一定冲着驾驶室去，而是向车辆两边冲出，路过的车辆和行人就要面临生命危险了。所以尽管一直以来横放和竖放钢卷的争议不绝于耳，但是现在从实际情况来看，横放钢卷似乎更为安全和便捷。竖放即使不易滚动，但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都使得人们难以接受。钢卷运输时，横放竖放都很危险，能通过加固货车的结构或者增加固定装置，尽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吗？其实大家能想到的，供货方也不是想不到，甚至也有了专门用于运输钢卷的特种车辆。这些车辆的地板可以轻松拆卸并打开，内部呈现凹陷形状，能够很好的固定钢卷。此外，车辆还采用大量铝合金材料，减轻自身重量的方式来承载更多的钢卷。但为什么这种专门的运输车辆没有普及？终究还是成本问题。这类货车本身的价格高不说，还只能运输钢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用处。
运输费还要比普通货车高上1倍，这也就导致了普通的工厂基本没有几个会购买这种专门的运输车辆。然而，钢卷在我国的需求量非常大，基本没有工程能避开这个材料的，因此避开运钢卷或者钢管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硬性标准，要求钢卷在运输过程中必须进行捆绑。而对于运货师傅来说，钱要赚，命也得要，因此他们也会自发地采取一些措施，尽量避免事故发生。比如说，在钢卷底部铺设厚实的木板或者草垫，这样可以增加钢卷与车辆之间的摩擦力，减少钢卷的位移。其次，安装起阻挡作用的三角木或波浪板也是一个好主意。这些结构的高度差值应尽量大，以便在钢卷发生滑动时起到有效的阻挡作用。此外，用钢丝绳将钢卷固定好也是最常用和稳妥的方法，能起到较好的拉紧固定作用。但在有速度和惯性加持的重大冲击力下，以上说的这些防护措施不一定有用。即使是钢丝绳，也随时都有断裂的风险。一些较为细心的师傅也会在沿途一路检查，并拉紧钢丝绳，防止意外发生。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着货运行业能够不断创新，寻找更多安全和高效的钢卷运输方式，为大型建材运输注入新的活力和可能性，让穷死不拉卷，饿死不拉管成为永远停留在人们口中的玩笑话。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